今年的很大的改变是我们选择了有更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。他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以这样想？谢谢你这3年的辛苦，然后扶持养家，很难遇到就是比他更爱我的人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来个啾！频道会员全面优化，欢迎加入贝果果！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我们大概在一起已经3年多了，然后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珍惜的、很珍贵的一个时刻。我们大概在交往差不多1年的时候，我们上过 Blair 的真心上谈室，可以去回味一下。我们自己是觉得非常的珍贵，然后非常的有意义，也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个影片。所以我们现在3周年，我们觉得也差不多是时候，我们在对彼此有一个真心对谈的时刻，然后把这个珍贵的画面给留下来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段记忆跟回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他有非常多的烦恼，贝拉好像很不理解自己，然后把所有身心灵的重心都放在我身上，意思就是他有点太在乎我了，然后不在乎自己，然后让自己就是出了一些状况，我们就互相一起努力，然后有开始慢慢好转了，就是也很开心，贝拉愿意，也因为我而开始重视他自己。好听。我太废吧，大概好像跟2年前差不多，就是我可能还不够成熟，不够有担当，然后会让他，很笨的，就是会让他在工作上啊，或是人际关系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承担。说实话，我觉得现在其实看起来蛮烦的。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，还是会觉得很可爱。虽然在这几年，烦的成分越来越多。田馥甄真好听，是吧？就是其实很多情侣，我觉得交往久了以后，优点就是缺点，缺点就是优点，只是看放在什么时候。然后他很会跟我撒娇，然后很会关心我，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可爱的。只要他很关心我的时候，例如说我月经来啊、经痛什么的，他真的会完全放下一切，全身心的，就是好好照顾我。不可爱的时候的话，有时候过度依赖，或是可能在做正事的时候，躲在我背后，然后就是很像我背后的小精灵什么的。有时候可能我太专注工作，我可能会忽略他。我觉得有时候很抱歉啊，因为我会觉得对他有点不耐烦，然后会觉得很想把他顶出去，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独立一点啊这种感觉。但这是我也觉得我很该检讨。但是贝拉真的是我跟他沟通，跟他讲，他都会很努力的去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把自己逼出舒适圈是对他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但是他一直以来都很愿意挑战，这也是他现在新的可爱的一面。我觉得一开始交往一定都是热恋期，然后就专注在2个人谈恋爱啊，好开心好开心，然后把一切都丢下。可是交往3年了，其实就是会回归成家人、家庭的那种感觉，但是爱还是在，只是爱变成比较温柔的形式，不像以前就是激情啊，很浓烈，然后开始重心放在工作啊，看待未来啊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觉得，也不是说趋于平淡，但是有点像是你要看到更多现实，然后现实的层面有时候很容易把我们压垮，因为我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都是我在乎，可能会觉得贝拉好像没有想那么多，可是他会把我当许愿小精灵，就是说他好希望可以怎样，然后我就会很努力去做。3年以后，那真的就是一个
变成一个家庭的感觉，那个责任、那个氛围，不再只是单纯的那种浓烈的爱了，已经是更多责任与负担的，也变得成熟，然后也是真的是一个3年的这边是一个挑战。因为你会遇到这些现实的问题，当然也跟我的岁数有关。这些挑战就是彼此要去看看能不能一起携手，共同面对跟一起去努力的。所以我觉得变成3年的时候，彼此要互相成长，变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还有愿不愿意真实的去行动，我觉得是很重大的一个变化。前阵子发生一些就是感情上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是所以对于今年的感觉比较深刻一点。今年的很大的改变是我们选择了有更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，然后各自去做更多可以让自己成长的事情。我觉得第3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转变，然后也是一个对于这段感情更坚固的一年吧。这一年真的压力蛮大的，就是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烦恼。今年就是能够扶持另一半那样子。那时候他蛮瘦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虽然他觉得他自己虽然很丑，但是我觉得素颜看起来更可爱又天真这样子。看到你哭也会难过啊。贝拉很漂亮啊，就是一直都很漂亮。可能是我看过除了女明星一些艺人，就是最漂亮的素颜。我都觉得看到她素颜，再看一下我镜子里的，我就看怎么那么丑。很漂亮，然后又很纯真，然后没有什么心机。好像没有我觉得很怪的怪癖耶。这可以讲吗？可是这好像有点算情侣会做事吧，就是除了大家都知道他有点直男之外，就是他每天睡觉起床，他就会直接贴到我身上，然后从后面刷我的胸部，边揉，然后边继续再睡一下，就感觉好像他觉得这样很舒服、很安心。这个算他的习惯了。喜欢对着我放屁，这是我觉得一个蛮让我困扰的一个怪癖。我觉得我会比他们先溺死我可能就跳下去跟他们一起溺死吧。这太难选了啦！满满虽然有时候很机车，但他真的其实蛮可爱，然后也蛮敏锐的。然后春春就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，我叫他们上来，然后我去海里好了。长得看起来很开心，我觉得应该会救满满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是满满比较怕水。但是这个礼拜刚好带他们去游泳，所以到时候看一下哪一只比较不会游，下次就先救谁。但是我肯定是舍命2只都救了。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耶，可是我们这个有点消极耶，我们就说一起自杀。比较正面一点，就是说贝拉说耶，他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赶路上的人。就是可以像那个打僵尸游戏，真的自己体验打僵尸的那种感觉。他说他可能会砍僵尸砍得很开心，然后就会保护我。因为我们家都有那个地震防灾包，然后常常囤了很多水跟干粮，我们应该可以活得蛮好的吧？我觉得。怎么看起来你的也很开心？我每次都是一些奇怪的题目当然是杀僵尸啊！带着凯凯到处去冒险吧，主要就是还是会保护他，不让他咬到，然后会一直疯狂的去砍僵尸，因为太爽了。很难讲它是一件事啦，但是它很常就是可能给我一些惊喜啊，或是很贴心，或是因为他知道我
不喜欢社交，所以在社交场合都是他会挺身而出去跟别人打招呼啊，然后带我去认识别人这样子。我觉得他蛮照顾我的。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遇到什么超级重大的伤病或什么，然后其实我们也很常帮对方准备惊喜。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应该是贝拉终于愿意去看医生了，因为他就是身体本来就有一些状况，身心灵都有，然后可是他是非常抗拒去看任何所有医生。然后我知道他去看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但是他有点像是愿意为了我而去一起做这件事情。然后他最近就是也去看一个他更抗拒的，就是心理医生。贝拉很特别，就是他非常重视我，但是他感受不到他自己。但是其实久了，他的身体是自己也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的，然后我可能也需要一些个人的空间。贝拉真的去面对了他可能活了现在快26年，然后完全从来都不想去面对的事情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。然后也是真的看到他，即使在痛苦，还是愿意为了我们一起改变，因为不想失去我们对彼此的关心跟彼此的这段感情。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个性，就是原本个性就是差非常多。我就是比较热情，比较积极，然后很多想法，很多事情要做，然后很跳跃性。人类图我是生产者，非常满的生产者，很多话要说，很多事要做，一刻都闲不下来。然后贝拉是那种，他是投射者，投射者最大就是能放空就不要做事。然后我也是比较偏正面的，他是比较偏负面的想法，就是他比较悲观想法，我比较积极的想法。我在跟就是一些老师聊天，他们说这就是所谓的太极，阴阳调和。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太极，我也适合白色，他也适合黑色，就是刚刚好这样子。在这种积极营的人生，我不会因为太慌乱，然后去走偏，或是失去方向，或是让自己可能很躁郁、很痛苦。然后他会提醒着我，我要慢慢的去阴阳调和，就是去放慢脚步，然后开始给我们自己或彼此都一些空间。我会静下心去思考，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影响到我们感情，或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让我自己很混乱，然后我多了很多静心的时刻，然后很多互相关怀的时刻。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很急着，我就会把工作放第一，然后我很容易忽略了贝拉。可是贝拉永远是把我放第一，就不管怎么样，他自己再不舒服，他头晕很不舒服，很痛苦，可是我只要肚子痛、月经来，他就是扛着他的病痛，他就是来帮我。我常常会觉得就是很感谢他，然后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对他很坏，我是不是忽略了他。我也会因为他的一些实际的行动，然后去调整自己，然后也把重心放回在我们身上。因为不管再怎么努力工作，工作也都是为了我们的感情而工作，而不是为了工作去牺牲我们的任何感情。我觉得这是贝拉改变我蛮多的事情，但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好的，因为感情变好了，工作也会变顺利，然后人都会变漂亮的。我觉得上天让我遇见贝拉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礼物。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我的个性跟卡卡在一起之前，个性蛮负面的，然后遇到卡卡之后，他就会带我去很多地方，然后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或者我以前没尝试过的事情，会让我觉得对于人生会更有兴趣一点。再来就是，毕竟卡卡比我早出过社会，然后他年纪也比我大。所以他其实可以在很多社会上面需要的一些技能，或是一些手腕，就是他可以指导我，然后也让我去做很多尝试，让我的个性更积极，然后更成长的一个人。我可能会陪葬吧。不知道有点难想象，就是没有他在生活中，我可能会过得很糜烂，然后可能会想早点驾鹤归西，跟他一起上天堂或下地狱。
其实我们最近刚好就是想说让彼此多一点空间，然后我们是交往3年多来第一次这么久没有住在一起，毕竟以前就全部24小时都绑在一起嘛，有时候会烦会腻。然后这几天我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，也让贝拉多一点时间专注在自己身上。可是就是会觉得少了一味吧，牛排没有盐巴，少了一个最大的温暖。因为每一天，以前睡前是每一天都会抱着一起睡，起床的时候也是抱着一起醒来，然后工作累的时候就会把贝拉抓起来跳跳舞，然后大笑一波，然后就是在没事，然后或是遇到难过的事情，就是直接躺在贝拉身上开始跟他哭诉啊，开始跟他哭啊什么的，然后贝拉都会摸摸我的头这样子，就是我没有遇过对我这么好的人。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他的话，可能白天我可能会欢欢乐乐的，就是出去玩。可是我觉得，只要到夜晚的时候，我会变得很寂寞。嘿，谢谢你。丢一下我可能就不会哭。谢谢你这3年的辛苦，然后扶持养家，把我们顺顺本本都照顾得很好，一直督促我要成长，然后要变得更成熟，辛苦了。我觉得应该会跟交往第1年的时候问我会是一样的问题。很谢谢他的一切，包容我，陪伴我，这些包容，这些感谢变得更大、更浑圆、更崇高了。我觉得真心真意，完全不求任何回报的爱。谢谢你给我的爱，谢谢你给我的爱。就是我觉得情侣交往久了，一定会想过分手会不会遇到更好的。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在一起？可能晚上有时候吵架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背对背了，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然后夜晚的时候会比较歇斯底里，然后我就不跟贝拉讲，然后就偷偷想这个问题，然后就会一边哭，然后一边觉得自责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，我也觉得他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以这样想？一个人这么全心全意的对我好，他还长得那么漂亮，然后我怎么还可以有这种想法？我觉得那就是停止在一个想法，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要放弃过，然后也没有真的想对他说出口过，因为我觉得这2个字绝对不能轻易的说出口。然后我也是一想到如果我没有贝拉的话，我可能就真的会觉得很孤单，很难遇到就是比他更爱我的人。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比较想要你先死掉，还是我先死掉？我想要2个一起死掉。你死了我就去陪葬，我死了你就来陪葬。那我先死好了。你承受不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你承受不了。我在天上的话，应该，我把它看到。别想了，不要想了。你一个人这么难过的样子，就是感觉好像不要往这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。好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你干嘛问那问题啊，白痴哦！我刚才想说可以好笑的讨论，一点都不好笑啊，一点都不好笑啦。好好工作还是要顾身体。大家也是，大家也要注重健康哦。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，欢迎就是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听的。还好啦，没有上次哭的那么惨。你刚才讲什么？不知道，哭的讲不知道，剪出来就知道。OK， 好。希望剪出来是自己影片，我们自己会觉得当一个宝藏珍宝，应该会很喜欢。然后我也想听你在讲什么，我们就继续一起到120岁。好，抱抱啦，抱抱。你再抱。这个我不能接受，我想要躺着抱抱。